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同学会缩虾被炒老公来撑腰》故事解说。一场毕业6年的同学聚会悄然开启，包厢里齐聚着昔日的同班同学，众人看着眼前热闹的场面，都感慨难得相聚。有人看着现场齐聚的人群，忍不住感叹这场聚会排场不小，猜测在场的大多都是各行各业的有钱人。还有人笃定这场聚会必然有人主动请客，气氛一时间十分热闹。人群中，钱云云格外活跃，主动向在场的同学们炫耀自己的事业成就。他开口提及业内知名的陶盛集团，声称集团的 AI 仿生人重点项目由自己全权负责，还透露此前向公司高层汇报工作时，分公司总裁亲自告知他，后续可以晋升成为分公司副总。在场的同学们听完之后，纷纷露出羡慕的神色，接连夸赞钱云云能力出众。众人纷纷感慨，陶盛集团是行业内的先锋企业，即便只是旗下的分公司，实力也远超普通企业。大家都猜测钱云云年薪早已过100万，直言她是当代独立女性的榜样，纷纷举杯向她敬酒。包厢里满是吹捧和夸赞的声音。就在众人争相恭维钱云云的时候，有人注意到姗姗来迟的乔唐，连忙出声招呼她入座，还笑着表示原本以为乔唐不会前来参加这场同学聚会。有人看着乔唐一身简约休闲的穿搭，忍不住出言嘲讽，觉得她的穿着打扮十分寒酸，配不上这场同学聚会的场面。面对旁人的讥讽，乔唐神色淡然，只是简单回应一句穿着舒服就好，没有过多辩解。一旁的唐谦见状，连忙凑到乔唐身边，低声向他吐槽，诉说钱云云从进场开始就一直在刻意炫耀自己的成就，已经吹嘘了足足半个多小时，自己早已难以忍受。这场时隔6年的同学聚会难得齐聚，为了活络气氛，班长提议在场所有人依次自我介绍，分享自己如今的工作和近况，让大家互相了解一番。随后众人依次开口介绍自己的职业与成绩。有人任职于中泰科技，担任产品总监的职位，今年刚刚带领团队拿下行业金奖。有人在房地产行业担任区域经理，去年拿下全区业绩第1，公司特意奖励了一辆 Model Y。 有人在新媒体公司担任运营，经手打造过100万粉丝的网红账号。还有人新晋成为巨盟科技的项目经理，纷纷客套的希望日后能和同学们互帮互助，多多关照。众人介绍完毕后，有人主动提起了乔唐过往的亮眼成绩，回忆起上学时期的乔唐成绩常年稳居年级第1，参加全国竞赛也总能斩获第1名，更是全班最快拿到5个大厂正式 offer 的优秀学生，是所有人眼中的学霸。众人随即顺势询问乔唐如今在哪家大厂担任高管，好奇他如今的成就。面对众人的询问，乔唐坦然回应自己目前没有外出上班，一直在家依靠丈夫生活。这句回答瞬间让整个包厢的氛围发生转变，在场所有人都十分诧异，纷纷发出唏嘘的感慨。众人无法理解，曾经天赋出众、前途无量的大学霸，如今竟然沦为手心向上、依靠丈夫生活的家庭主妇。巨大的反差让所有人都觉得十分可惜。不少同学纷纷出言劝说乔唐，认为女人一定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，长期依靠丈夫生活并不是长久之计。还有人隐晦提醒乔唐，男人大多偏爱优秀独立的女性，依附他人的生活终究不够安稳。乔唐平静听完众人的劝说，从容回应自己十分认可大家的说法，只是她的丈夫十分疼爱她，不愿意让她外出奔波劳累，执意让她在家安心休养，随心消费。她还带着几分淡然的语气调侃自己的丈夫性格有些霸道。为了进一步攀比，众人随即开始互相询问彼此的座驾，一个个争相炫耀自己的代步车。有人表示自己刚提了宝马5系，对比之前的3系体验更好。有人入手了造型精致的宝马 mini， 还有人开着专属定制的草莓粉50红光 mini。 当钱云云开口说自己提了一辆100万级保时捷时，在场众人瞬间炸开了锅，纷纷惊叹豪车昂贵，直言普通人一辈子都难以企及。一番炫富过后，众人将目光再次投向乔唐，带着戏谑的语气询问她，既然常年在家依靠丈夫生活，那她的丈夫必然实力不俗，好奇对方开的是什么豪车。面对众人的追问，乔唐表示自己的丈夫名下车辆众多，平日里她很少关注这些事情，所以并不清楚对方今天开了哪辆车前来。这番说辞让在场众人更加不屑，都觉得乔唐是在吹牛逞强。有人直接戳破乔唐，直言亲眼看到她是乘坐出租车抵达聚会场地，嘲讽她既然丈夫豪车众多，根本没必要打车前来。还有人阴阳怪气的替乔唐圆场，调侃或许是车辆太多，有用来买菜的电动车，有用来通勤的代步车，确实难以区分。乔唐听闻众人的嘲讽，只是淡然表示电动车只是日常代步工具，城市通勤开车容易拥堵，电动车反而更加方便快捷。
他平静的态度并没有让众人收敛，大家依旧不停惋惜，感慨乔唐浪费了绝佳的天赋。众人记得上学时的乔唐聪慧过人，是各科老师的得意门生，还曾代表学校斩获国家级奖项。所有人都以为他毕业后会前途无量，没想到如今只能在家依附丈夫生活。有同学忍不住直言，手心向上向他人索取生活物资的日子毫无价值，质疑乔唐的人生过得毫无意义。这番言论让乔唐心生不悦，他直接反问对方：难道只有外出上班工作才能实现人生价值？在家经营家庭，安稳生活就没有意义吗？对方见乔唐反驳自己，顿时有些生气，抱怨自己是好心为乔唐着想，却得不到好的态度。乔唐懒得过多争辩，冷淡表示两人关系并不熟，无需对方费心操心自己的生活，直接终止了这场对话。场面僵持片刻后，有同学连忙出来打圆场，提议大家互相添加微信好友，日后可以互帮互助，共享资源。在场众人纷纷附和响应，众人争相添加事业有成的钱云云微信，没人愿意主动添加乔唐。还有人直言乔唐只是普通家庭主妇，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共享，甚至担心被对方攀附。一旁的马壮看着众人趋炎附势的模样，忍不住替乔唐打抱不平，吐槽众人言辞刻薄，太过现实。乔唐心态十分平和，反过来安慰马壮，让他不必生气，安心吃饭就好。随后又有同学好奇询问乔唐，为何从不带丈夫出来和大家见面，调侃她是不是打算一直藏着。乔唐告知众人，丈夫稍后会过来接自己。紧接着有人提议今晚的聚餐费用所有人 AA， 随即故意询问乔唐是否有意见，还戏谑调侃她需不需要提前和丈夫报备饭钱。众人的调侃声此起彼伏，有人嘲讽这桌饭菜费用至少上千，说不定是乔唐1个月的生活费，若是不提前报备，大概率会被丈夫指责。面对众人的刻意刁难，乔唐十分从容，表示这顿饭的费用由自己全权支付，无需众人操心。她直言自己丈夫的银行卡额度充足，足够自己随意消费。这番话再次引来众人的嘲讽，大家纷纷调侃乔唐用的只是亲密付额度，质疑他卡里或许连100块的额度都没有，只是死要面子硬撑而已。纷纷劝说她赶紧和丈夫报备，免得最后付不起钱当众难堪。就在众人不停嘲讽乔唐的时候，乔唐的丈夫商总发来消息，询问同学聚会是否结束，告知乔唐自己已经在赶来的路上，即将抵达饭店门口等候。乔唐回复丈夫聚会还未结束，让对方不用着急，在门口稍作等待即可。乔唐和丈夫的聊天内容被身旁的同学听到，众人立刻来了兴致，纷纷打趣围观，好奇这位昔日学霸的丈夫究竟是何人，能让乔唐安心在家做全职主妇。还有人不断追问乔唐丈夫的职业、公司规模和年收入。乔唐表示自己从未刻意关注过这些，平日里只负责日常吃喝生活。众人依旧不肯罢休，追问乔唐丈夫的座驾，想着等对方抵达后亲眼见识一番。还有人顺着之前的玩笑话，调侃乔唐丈夫大概率真的是开电动车代步，同时假意劝说乔唐，男人在外打拼赚钱十分辛苦，让他不要过度花销。随后钱云云故作大方，主动向乔唐抛出橄榄枝，表示如果乔唐日后想外出工作，可以到自己所在的豪盛集团，自己可以为他提供内推机会。乔唐被问及是否愿意入职时，直接坦然拒绝，直言自己很享受当下的生活，在家依靠丈夫的日子十分安稳，无需外出工作。钱云云见状，忍不住和身边人吐槽乔唐不求上进，无可救药。旁边另一位同学连忙接话，称自己近期刚好想要换工作，希望能得到钱云云的内推机会。就在这时，乔唐起身告知众人自己的丈夫已经抵达，准备先行离开，随后转身朝着门外走去。在场众人见状，纷纷起身跟了上去。所有人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，想要亲眼看看乔唐丈夫的真实模样，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能让昔日优秀的学霸甘愿在家做家庭主妇。众人走出饭店门口，刚好碰到赶来的冯老师。老师顶着烈日赶来，一直在询问众人聚会的人到底到齐了没有。就在这时，有人看到乔唐身边的代步工具，立刻发出哄笑。众人纷纷误以为乔唐的丈夫是骑着电动车前来的，大家瞬间炸开了锅，不停嘲讽乔唐，直言着实出乎意料。还有人恶毒调侃对方的年纪足以当乔唐的父亲，纷纷感慨乔唐为了生活太过隐忍，忍不住出言挖苦，让乔唐好自为之。就在众人肆意嘲讽的时候，商总开口出声，疑惑众人为何全部聚集在门外，不进入包厢就餐，还表示自己妻子刚刚说包厢还有空位，打算进去帮众人询问安排座位。众人见状，笑得更加肆无忌惮，继续调侃打趣。下一秒，
一辆价值500万的豪华劳斯莱斯缓缓驶来，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在场众人满脸震惊，纷纷惊叹豪车的价值与颜值，内心满是震撼。正当众人疑惑豪车车主是谁时，身形挺拔、样貌出众的商总朝着人群走来。有同学误以为商总是前来找钱云云的追求者，主动上前开口询问。商总没有理会旁人，径直走到乔唐身边，温柔地向众人介绍自己是乔唐的丈夫。眼前的反转让在场所有人彻底傻眼，众人纷纷改口夸赞乔唐的丈夫样貌出众，气质不凡，纷纷感慨乔唐深藏不露，之前一直低调隐瞒。还有人连忙自嘲，调侃自己刚刚真是有眼无珠，需要去挂眼科、耳鼻喉科检查。商总温柔询问乔唐是否已经吃饱，得知乔唐还没有吃尽兴，便表示可以带他去吃牛排，让乔唐先回包厢拿好随身包包。乔唐应声返回包厢，商总则留在门外等候。留在门外的众人立刻围了上来，纷纷巴结讨好，对着商总百般恭维。钱云云更是主动上前搭话，炫耀自己就职于豪盛集团，即将晋升分公司副总，还展示自己身上昂贵的衣服和包包，甚至大方表示可以将包包送给老师。冯老师见状十分欣慰，连连夸赞钱云云有出息，前途无量。随即转头询问一旁的同学，好奇乔唐如今是否也年薪100万，事业有成。同学连忙告知老师，乔唐如今没有工作，只是在家做家庭主妇。冯老师得知情况后满脸诧异，刚好此时乔唐从包厢走出，冯老师立刻出声招呼乔唐到自己身边落座，感慨乔唐当年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，天赋出众，成绩优异。随后冯老师又询问了班长的工作近况，得知班长就职于中泰国际，薪资可观后连连点头认可。对比之下，冯老师对乔唐的状态十分不满，当众严厉批评乔唐。冯老师表示，乔唐在校期间斩获无数国奖，毕业时手握5个大厂的优质 offer， 本该前途一片光明，如今却甘愿在家做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妇，十分没有出息，白白浪费了一身才华。乔唐不卑不亢地回应老师，直言家庭本就需要取舍，自己负责主内，丈夫负责主外，各司其职经营家庭，并没有任何问题。这番回应让冯老师更加生气，斥责乔唐毕业短短几年就敢顶撞师长，不懂尊师重道。冯老师随即拿乔唐和钱云云对比，直言钱云云在校成绩远不如乔唐，如今却即将晋升分公司副总，事业有成。反观乔唐死读书不懂变通，步入社会后一事无成，读书多年毫无用处。一旁的马壮看不下去，主动开口为乔唐辩解，却被冯老师一并训斥。冯老师直言乔唐身为高材生，甘愿在家依附他人，多年所学尽数白费。面对老师的严厉指责，乔唐依旧保持冷静，郑重表明自己的态度。他表示自己一直敬重师长，但尊重是相互的，自己的职业选择、生活方式都是个人自由，老师无权随意评判、过度指责。乔唐的强硬态度彻底惹怒了冯老师，老师怒斥乔唐冥顽不灵、自甘堕落，自己好心劝解，只为不让他荒废人生，却被当成多管闲事。愤怒之下，直言要和乔唐断绝师生关系。周围同学连忙上前打圆场，纷纷劝说乔唐低头向老师道歉，缓和局面。钱云云也假意做好人，开口为两人解围，还主动提及自己负责的 AI 仿生人项目，声称可以为乔唐提供公司岗位，带着乔唐打拼，助力他日后晋升高管，拥有自己的事业。就在众人纷纷附和夸赞钱云云大度善良的时候，一旁的商总淡然开口出声，语气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妻子不需要外出上班，更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做陪衬，彻底打破了众人的固有认知。商总笑着询问乔唐为何迟迟没有出来，得知他被众人围住说教，便一直默默站在乔唐身边守护。在场的同学见状，纷纷热情上前攀谈，有人主动自我介绍，还有人想要和商总结交朋友。面对众人的示好，商总态度冷淡，直言自己从不随意交友。有同学好奇追问商总的从业行业与就职公司，商总简短回应自己就职于豪盛集团总部。众人瞬间无比震惊，立刻联想到即将晋升豪盛分公司副总的钱云云。有同学连忙向商总介绍钱云云的情况，询问商总是否认识这位优秀的下属。商总听闻后，语气淡漠地表示豪盛分公司的人事管理出现了问题，并非任何人都有资格晋升副总。随后在众人的追问下，商总平静揭晓真相，豪盛集团是自己家族的产业，由自家全权掌控。这个重磅消息让在场所有人彻底呆滞，大家这才反应过来，乔唐口中所说的在家啃老公，啃的竟是豪盛集团的掌舵人。众人瞬间一改之前的嘲讽姿态，
纷纷围着乔唐和商总百般讨好，拼命拉近关系。此前嘲讽乔唐打肿脸充胖子，直言他毫无价值的同学，连忙主动道歉，声称自己刚刚饮酒过量，言语失当，不停自我罚酒认错，生怕得罪两位大人物。曾经嘲讽乔唐的房地产区域经理更是惶恐不已，不停卑微讨好，祈求商总原谅。乔唐见众人态度转变，不想继续纠缠，温柔劝说丈夫可以离开。钱云云却依旧不死心，连忙开口询问乔唐为何不早早告知大家真相，为自己之前的失礼言行道歉，试图挽回局面。乔唐平静表示都是小事，无需放在心上。可下一秒，商总直接开口告知钱云云，他已经被公司开除。突如其来的消息让钱云云瞬间崩溃，他满脸不解，十分不甘，愤怒质问乔唐夫妇凭什么随意开除自己。面对钱云云的质问，乔唐淡然回应，凭他所在的公司归自己丈夫所有，自己有绝对的决定权。钱云云依旧无法接受，哭诉自己在公司深耕7、8年，独立完成 AI 仿生人重点项目，斩获行业金奖，经手无数重大项目，为公司创造了巨大价值，不能被随意开除，更何况自己即将晋升副总。看着情绪激动的钱云云，商总当众表明自家的处事原则，家里的小事全部听从乔唐的安排，家中从无大事，所以一切决策都以乔唐的意愿为准，人事任免也不例外。次日，公司人事部会正式对接离职事宜。钱云云依旧满心不甘，直言乔唐只是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，即便嫁得好，也不代表自身有能力，丈夫的成就并不能等同于她的本事。听完钱云云的质疑，乔唐终于开口，精准戳破了她的谎言。乔唐询问钱云云，既然声称全权负责 AI 仿生人项目，对项目了如指掌，那就说出项目方案第72页，内部代号为 Q 的创作者是谁？钱云云瞬间语塞，迟迟无法作答。乔唐随即缓缓道出真相 ：AI 仿生人的核心方案框架足以惊艳甲方的创意设计，足足有2/3都出自代号 Q 之手，而这个深藏幕后的核心创作者正是他自己。钱云云从头到尾只是一个坐享其成、照搬他人成果的执行者，即便换做其他人接手项目，依旧能够顺利完成，根本算不上自己的功绩。真相揭晓后，在场众人一片哗然，彻底看清了钱云云虚伪的真面目。